皇上，我叶家满门忠烈，是被贱人陷害的。叶老将军高声呼喊：我小孩才刚满岁，求皇上饶过他吧。哼，若朕放虎归山，他长大后就会像你爹一样，造朕的反，造朕后人的反。我呸！暴君，我诅咒你这辈子没有孩子。本想饶叶妃一命，投降你居然咒朕，也罢，求给在冷妃的叶妃赐条白绫，好叫你们兄妹在下面团聚，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嘛。救命！忽然，萧永乾的脑子里传来了一道稚嫩细弱的声音，他起初还以为听错了，很快那声音又响了起来。大胆，本宝宝可是公主。公主？大胆？她哪里来的公主啊？到底是谁胆敢跟她开这样的玩笑？她环顾四周，寂静无声。救命！谁来救救仔仔和娘亲啊！小奶鹰痛苦呼救，好像遇到了危险。冷宫好冷，宝宝的心哇凉哇凉。冷宫？那不是叶妃所在之地吗？眼看着刀锋即将落下，叶家满门就要被斩，他眼皮狂跳，嘴巴比脑袋更快地喊道：慢着！此时的冷宫格外热闹，他的母亲叶之遥看着面前的毒酒、匕首和白绫，面色凄然。杨贵妃，是皇上叫你来的吗？并没有得到旨意的杨贵妃心里发虚，但是转念一想，谁会在意一个废妃怎么死的？你在冷宫还不知道吧？今天是你叶家满门抄斩的日子，皇上命我赐你这3样东西，你选一样吧。什么？叶之遥脸色一白，踉跄地后退数步。没想到嫁与帝王10年，却落得如此下场。也罢，爹娘哥哥弟弟妹妹，你们慢些走，朕要来陪你们了。他抓起匕首想一死了之，可是忽然间腹中一痛。娘亲！是谁在说话？娘亲？谁在喊他娘亲？娘亲别死，仔仔还没活呢。匕首掉在了地上，叶之遥下意识地摸着肚子，她怀孕了，孩子是皇上的。一想到皇上盼孩子的魔怔样，他就知道这是个机会。只要她怀孕了，她就不会死，他们一家都不会死。你不能杀我！我怀了皇上的孩子，我要见他！这30岁的老女人居然怀孕了！杨贵妃不可置信地看着她的肚子，她不能让她活下去，更不能让她生下孩子。你被打入冷宫3个月，皇帝连你的宫门都没见过。我看呐，定是你跟别的男人私通才有的孩子。叶之遥又怒又急，泪珠滚落。你竟然污蔑我的清白！杨贵妃害怕迟则生变，厉声喝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这通奸的废妃灌下毒酒！2个宫女把心一横，一个控制住叶之遥，一个往他嘴里灌毒酒。叶之遥拼命地挣扎摇晃。救命！父皇快来救救我呀！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哧的一声响起，那是利刃刺入肉里的声音。叶之遥瞳孔骤缩，灌他毒酒的宫女一剑穿心，毒液洒了一地。另外一个宫女见到居然是皇帝来了，立刻扑通跪倒在地，浑身颤抖个不停。只见帝王像是只护崽的雄狮，快步走进宫殿，一眼就盯住了叶之遥。他目光下移，定格在了他的肚子上。那里真能有我的女儿吗？父皇鹦鹉。声音更近了，语调充满了崇拜。萧永乾不自觉地勾起了唇角，确认了是他的崽，只有他的崽才能欣赏得出他的鹦鹉霸气。皇上，您听臣妾说呀，这贱婢居然跟侍卫通奸，怀了孽种，臣妾是在为您除害呀！你才是孽种，你全家都是孽种！是宝宝在为他说话。叶之遥的眼底泛起了一抹温柔。皇上，我怀了您的孩子，不信您可以请太医为我诊脉，净室房也有档案可查。杨贵妃还想狡辩，忽然身体一重，被萧永乾踹了一脚。是该叫太医来，不过不是查孩子的身世。重新跪好的杨贵妃瑟瑟发抖地低头看地板。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朕相信爱妃肚子里的孩子是朕的。爱妃？叶之遥不是被打入冷宫的废妃吗？连个答应的品级都没有，凭什么称爱妃？皇上你是失了智了吗？300多个女人都没给你生下孩子，你又凭什么确信这孩子是你的？刚才杨贵妃端来的毒酒，爱妃不知道喝了多少，恐怕对身体有害。萧永乾扶着叶之遥坐下，动作轻柔小心。叶之遥正要开口为父母求情，忽然听见宝宝说：父皇是暴君，姥姥姥爷被杀，父皇不要啊！萧永乾皱眉：朕是暴君吗？
不，绝不可能！朕可是要为闺女打下一片大好江山的明君，怎么可能是暴君呢？闺女，你可别听别人胡说啊！爱妃，你既然怀了朕的孩儿，未来他便是朕的继承人。那造反一说，纯属无稽之谈。迟光光，奴才在。把叶家所有人无罪释放，叶老将军封为叶国公，叶老夫人封为一等诰命夫人，叶离清封骠骑将军，叶妃即刻封为叶贵妃。再派10个太医给叶府送去，就说是朕的一片心意，让叶家所有人都好好活着。陛下真的要放过造反的叶家人？皇帝瞪他一眼，转而畅快大笑。天佑我大宁国！多谢皇上开恩。叶之遥眼眶通红，想要跪下谢恩，却被皇帝拦下。以后不要行礼了，你安心养胎便是。父皇好，呀，换。萧永乾很是受用闺女的夸赞，他抬手指向杨贵妃。哼，毒妇意图谋害皇嗣，杖毙！杨贵妃浑身一个机灵。陛下，冷宫脏乱，不宜养胎，不如把娘娘请到景仁宫去，那儿冬暖夏凉，很是不错。臣妾怎能住皇后才有资格住的居所？叶之遥惶恐，幸福来得太突然，他怕这是一场梦。朕觉得你配，你就配。陛下，万一臣妾生的是女儿，无法继承大统。叶之遥心知腹中是个闺女，就怕皇上不喜。闺女怎么了？咱们的闺女自是天底下第一好的，继承萧家江山，谁敢说不，朕就杀谁。父皇好帅，彩彩喜欢。软软的小奶音响起，萧永乾扬起的嘴角怎么都压不住。叶之遥被接到景仁宫，太医姗姗来迟，把脉后连连叹气。娘娘在冷宫受苦，营养没跟上，胎儿比寻常的要小许多，还受了惊吓，气血不稳，老臣只能尽力而为。哼，保不住，你们为我儿陪葬。皇上，是臣教女无方，害了皇嗣，就算是死1000次，也不能赎罪呀！只求您饶了我的妻儿老小。他最小的孙子才刚学会走路，不可以跟着他一起死。咚的一声，杨修齐把脑袋狠狠地磕在地上。萧永乾坐在案前，神情莫测。你女儿谋害皇嗣，朕要你们一家人陪葬。来人，把杨家人押到午门法场，朕要亲自监刑。你也是即将为人父，求皇上开恩，留我杨家一缕血脉，饶了我最小的孙子一命。杨修齐不说还好，一说皇帝就更气了，就是他的女儿，搞得他连最后的一丝血脉都难保。杀无赦！冰冷的话语从薄唇溢出，两个侍卫进来，把他架住，就往门外拖。马上就要离开大门时，一道急急的奶音传来：父皇要做明君。突然听见女儿的心声，像是一头恶犬被拴了绳子。皇帝心头大震，猛然站起来，往暖阁走去。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全家流放3000里。谢陛下，谢陛下大恩。父皇要做好人，仔仔要长大。爱妃啊，你孕育皇嗣有功，明日就让你家人进宫来看你。也好叫小家伙知道他没有杀他的外祖，他可不是那种残暴的人。谢陛下。萧景月一醒来，就听见了一道中气十足的男声。我是真没想到，当时激愤之下说出口的诅咒，居然会应验到自己外甥身上。叶清离表情复杂。你连皇帝绝嗣的话都敢说，快呸！这不是咒我的乖乖外孙吗？家人们一起吃团圆饭，其乐融融。仔仔想吃鱼。叶之遥夹了一块糖醋鱼，老夫人忙问：你不是不爱吃鱼吗？怀孕口味也变了。叶之遥抚着肚子，笑意盈盈。就让你妹妹留下来照顾你。叶文玉牵起了他的手，撒娇：阿姐，你就让我留下吧，陪你说说话，解个闷儿。看着豆蔻年华的妹妹，叶之遥说：我出嫁时你才7岁，如今你都17了。我问问皇上，如果他答应，你便陪陪我。萧永乾当晚就答应了。第二日，叶文玉就收拾了细软，住进了景仁宫。这天半夜，萧永乾睡在小榻上，忽然感觉浑身燥热，亟待疏解。看了看床上熟睡的贵妃，起身往外走，正要叫池公公给他找个妃子，忽然腰被人从后面抱住。陛下，夜里凉，妹妹一个人害怕。是你？见他有放弃的意思，叶文玉紧张又羞涩地抓紧了他的手。陛下，姐姐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能在姐姐不方便的时候让我伺候您的。姐姐能生，同样是叶家女儿的我，也能为您生下个皇子。萧永乾怀疑晚上喝的酒有催情的效果，若是换了旁人如此算计他，他会全部杀光。
但如果是叶贵妃的意思，她看在孩子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既然你有心，那朕便成全你。他一把将叶文玉抱起来，大步往偏殿去。娘亲，别睡了，快来捉奸！萧永乾顿时一惊，浑身僵硬，就连刚起的兴致都被吓得快没了。似乎是发现娘亲还在睡，小乃英更加急切。娘亲，父皇要跟小姨睡觉了，仔仔要多一个小妈了。娘亲听不见我的话，怎么办？怎么办？父皇坏！女儿的话立刻把萧永乾吓得一激灵，甩手就把叶文玉推了出去。叶文玉被重重摔在地上，错愕地看向皇帝。皇上，是他不够妖娆吗？是他下的药还不够烈吗？他居然把他扔出去了。摔得好！小家伙好像口齿伶俐了不少。萧永乾的关注点显然歪了，居然还偷偷愉悦地勾了勾唇角，但身下的难耐和眼前的女人都让他羞窘愤恨。叶文玉扭着腰肢爬了起来，挺起傲人的胸脯朝着男人靠近，柔弱无骨的小手还不规矩地四处点火。陛下，妹妹给您揉揉。就在他的手脚即将触碰到不可描述的部位时，小乃英飙出了最强音，被这细弱的叫声惊吓到。陛下！叶文玉低头讶异地瞧着，还以为是自己魅力不够，手还要往里去伸，却忽然觉得胸口一沉。他正要调笑他怎么这么急，没想到身体比嘴巴还快速地倒飞出去，砰的一声响起，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正在门口值班的池公公被吓得清醒过来，他赶紧冲进来喊道：护驾，保护皇上！住嘴！陛下厉声道：是怕他们娘俩听不见了怎么的？给朕送出宫去。现在送？还没宠幸就要送走？皇上平时不是都收了的吗？这到嘴的肉都要飞了，莫非是不行？赶紧住脑！朕不想见到他。是，奴才这就去。叶小姐，请吧。皇上，您不能把我送回府，姐姐醒来肯定会去问我的去向的，万一她动了胎气可怎么办呢？你在威胁朕？不，我没有。可是姐姐……池公公飞速地捂住了他的嘴，把人送了出去。池公公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把他交给值班侍卫之后就回殿内复命。萧永乾低声道：把太医叫来。他总觉得刚才宝贝闺女的那一声叫唤把他吓得不行了。皇上得了什么病啊？吕太医，你倒是快说呀！萧永乾察觉事情不妙，朕还能不能行了？陛下，还是请太医院的同僚们会诊。治不好朕，你就去当太监。吕太医吓得哆嗦。陛下，臣只能尽力而为。萧永乾冰寒的声音扫视过在场的二人。如果被第4个人知道了，绝对不会。宝宝好苦啊！翻翻身子，扭扭小腰，等父皇下朝。哎，这个八字胡的男人是谁呀？我观陛下眼下无情，想来是国事操劳，夜不能寐。我这里有仙丹数枚，可让陛下龙精虎猛，重整旗鼓。好。皇帝眼睛一亮，这不是想什么来什么吗？太医不肯给他开的药，山原道人居然有。父皇不要！你是觉得朕需要吃这个？陛下说的哪里的话，您自然是身体健康，天威赫赫，是贫道考虑不周啊。萧永乾本想偷偷的把药藏进袖子里，却忽然听见了宝宝的心声。父皇，药扔了，不要他的。糟了，女儿还在盯着他。怎么办？父皇听不见仔仔的话，真的是急死了。拿你的药滚出去！日子一天天过去，叶贵妃的肚子也越来越大，皇帝对她恩宠不断，每天都宿在景仁宫。风平浪静了6个月，娘娘临盆将近。娘娘，今天是元宵，满宫都在为您祈福呢。大宫女华嫔笑着对主子说：是吗？扶我出去看看。哎，去之前，娘娘快把这安胎药喝了。华嫔亲手把药递到了叶贵妃的面前，后者并无疑心地接了过来。还好有你提醒，不然本宫都要忘了。检测到混合毒物，触发自动报警装置。院中种的桂花香和安胎药中的熏滑秋草一同作用下，会导致孕妇滑胎，请宿主注意。娘亲，有毒啊，不能喝！细细的小奶音变得尖利，满满的焦急。小小的人儿为了吸引娘亲的注意，挥了挥拳头，踹踹脚丫子，扭扭小身子。宝宝的心声在第一时间就让叶之遥知道了危险。他稳住心神，把药放在了桌上，侧目看向华嫔。枉本宫这般细腻，你居然下毒害我！华嫔心里一抖，面色惶然。娘娘！2个太监闻言，立刻把人按住跪下，生怕慢了一步，死的就是他们。欣薇，去把皇帝和太医请来。是，娘娘。华嫔错愕道。
娘，奴婢冤枉了，奴婢没有下毒。有没有下毒，太医验了便知。贵妃稳稳地坐在案前，神色间划过一丝失落。我把你当姐妹，你却要害我。要不是宝宝提醒她今天恐怕……想到这里，她轻轻地抚摸孕肚。谢谢宝宝提醒。萧景月挥挥小手，不谢不谢。太医来了，不就露馅了？华嫔打定主意要让娘娘落胎，既然下毒不成，那就只剩下杀人诛心了。娘娘可别怪她，要怪就怪皇帝作孽太多。哼，你把我当成姐妹，是让奴婢感恩戴德吗？连你的亲妹妹都背叛你，更别说我们这样的主仆了。我妹妹也是你可以诋毁的。娘娘，你的亲妹妹为什么离宫？真的是她生病，怕过了病气给你吗？华嫔一顿疯狂输出，信微喝道：“你住嘴，还不把这贱婢拖出去！”娘娘，你瞧，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看你的笑话，就连信微都瞒着你。见周围的下人们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叶之遥平复呼吸，摆手让太监别动。你继续说。信微等人急得团团转，要是让他动了娘娘的胎气，可怎么办呀？你想要叶小姐在宫里作伴，可她呢，却觊觎你的夫君。那夜皇上和她在你的景仁宫里翻云覆雨，被翻红了，你却睡在一旁，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叶之遥一掌拍在桌上，腹中顿时绞痛起来。信微赶紧扶住他：“娘娘，他是骗您的，没有的事儿，还不把人拖下去？”太监们架着他，但他的嘴里还在说：“你以为叶家人是真的疼你吗？叶家人把他送进宫来，就是为了让他在你怀孕时趁虚而入。皇帝怕惹你动了胎气，才把他送出宫去。此刻他已经怀了3个月身孕，只待你的孩子一落地，他便能正大光明的入主后宫，和你上演一场姐妹共侍一君的佳话。贵妃娘娘，你还觉得姐妹情深吗？”认识哪个女人在知道妹妹被自己的男人搞大了肚子之后都不能无动于衷，哪怕她没有喝药，恐怕也离落胎不远了。果不其然，她听完就昏了过去。娘娘，娘娘！皇帝来之后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太医此刻才姗姗来迟，诊完脉后擦擦汗说：“娘娘怒急攻心，有滑胎之兆。不过娘娘怀胎9月有余，胎儿长成，臣下一剂催产药，让娘娘产子。”听着产房里面的痛叫，萧永乾此刻是担忧不已。他只想祈求上苍垂怜，让他的小女儿平安出生，哪怕是要他折寿10年，他也愿意。查清楚了吗？池公公将安胎药递到了皇帝的面前。陛下，这安胎药里的熏华秋草和娘娘院中的桂花香混在一起，会导致孕妇滑胎。见皇帝又怒又急，池公公赶紧解释：“皇上别急，娘娘并未服下安胎药，她识破了奸计。”那她为何会昏倒？是华嫔说。池公公的喉咙发紧，这让他怎么说呀？说句不好听的啊。说。池公公凑到皇帝的面前，耳语了几句。毒妇！萧永乾暴跳如雷，他连那个女人的身都没有进，他就敢污蔑她，说她跟叶小姐做了苟且之事，还有了孩子，说不准女儿也都听见了。萧永乾拔出侍卫的佩剑，宝剑折射出雪亮的寒光，一剑下去就要劈下华嫔的头颅。告诉朕，是谁派你来的？宝君人人得而诛之，你杀我全家，我就是来复仇的。我家没了，你也要绝后，没有人支持我。定定地看着他，萧永乾压下怒火，下令：把这个狗奴才叫到慎刑司，问不出幕后主使，就让江离眼提头来见。是。可怜的小殿下还没有出生，就有这么多人害他，他一定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太后娘娘驾到！母后，都要害儿臣，他们都要害儿臣，连朕的孩子都不放过。孩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太后何时见过儿子这般脆弱疯癫的模样，忙拍了拍他的手，把他拉到了一旁坐下。莫急莫急，有哀家在呢。太后这个时候能来安慰皇帝，池公公很是震惊。太后因为皇上杀了数个藩王，很是不满，早已不与皇帝亲近，没想到今日能为了小殿下而主动前来。等到半夜，产婆满手是血的冲了出来。陛下，小殿下生出来了，是个小公主，可是什么？皇帝豁然起身，像是一只护崽的猛虎，要杀死害他孩儿的人。在充满杀意的目光逼视下，产婆颤颤巍巍地说：可是小公主生下来就断气了。不可能，我还听见她说话了呢。你胡说，你胡说！萧永乾疯了似的一脚踹开产婆。儿啊，你还年轻，还会有孩子的。
你这样，母后看着心疼啊！我要被掐死了！父皇快来！是刚出生的萧景月，他还活着，他还在等着他这个父皇救命呢。萧永乾狂喜，一把甩开太后的手，冲进了产房。刹那间，血腥气冲进鼻腔，一眼就看到了有个嬷嬷正在捂着襁褓中的婴孩。顿时怒火中烧，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就把人给踹了出去，襁褓因此掉了下去，眼看着就要掉在地上。萧永乾合身一扑，自己倒在了地上，但双手稳稳地抱住了襁褓。父皇，细若蚊蝇的声音传入脑海。谁说他死了的？萧永乾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双手稳稳地抱着孩子，不敢大幅度的动作。小公主一出生就没哭，也没睁开眼，只有李嬷嬷抱着她。她说孩子死了，我们都以为她……接生婆婆慌慌张张的解释，不能让皇帝满意。按照她的性子，不管是谁在作怪，都杀了也不为过。但此刻怀里的孩子在提醒他，上天赐予他一女，为了让他好好的长大，他要为他积德行善。给我送去慎刑司，有罪的挖出幕后黑手，无罪的送出宫去。谢皇上开恩。宫女嬷嬷们松了口气，只有个别心里有鬼的抖如筛糠。慎刑司的江公公是出了名的活阎王，没有人能在他手里熬过酷刑还不招的。皇上，叶贵妃不行了。太医为皇帝带来噩耗，石公公暗道可惜，这个为皇家生了子嗣的女人本该荣登皇后宝座，没想到是个没福分的。只是可怜的小公主一出生就没了亲娘。萧景月撑着眼皮，挥舞着小手，急切地想要做些什么，可是她人小力微，动几下就没力气了。她学会了第一招，大声哭了出来。太后看了心疼的不行，可怜她这么小，娘就去了。皇帝，把她抱到贵妃跟前，让她看最后一眼吧。萧永乾的心沉了沉，把孩子抱到床前。叶之遥撑着最后一口气，目光紧紧盯着孩子。这是他拼命生下来的宝宝，他长得5分像他，5分像皇帝，简直是挑着他们俩的优点长的，可真是好看呢，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他再也不能陪着他了。正当他弥留之际，忽然听见宝宝的心声：娘亲别死，我可以救你，够不着，手太短了，怎么办？他还太小，手里捏着一颗小还丹，想要送到娘亲的口中，可是他太小了，爬不动，手也够不着。萧永乾闻言心神一震，赶紧把宝宝往上送了送。只见他伸出短短的小手往叶贵妃的嘴里一塞，众人都以为是婴儿无意识的动作，只有皇帝见到他手里居然藏着一颗小药丸。娘亲醒醒！小小的人儿大哭起来，好像是知道母亲要走了。皇帝啊，节哀！好在公主平安，也算是宫里的大喜事儿。叶贵妃但与皇嗣有功，就追封为……他的话还未说完，萧永乾便道：母后，她醒了。太后愣了愣，发现叶贵妃当真睁开了眼，忙叫太医来看。真是奇了，叶贵妃吉人天相，缓过来了，只要好好调养，必会恢复如初。众人松了口气，景仁宫上下也都为主子高兴。是个有福的。太后微笑点头。萧永乾对叶贵妃说：你月子里不宜操劳，孩子就先由我亲自养着，你放心养好身体便是。叶之遥正要拒绝，就听见太后开口了：皇帝，这怎么行？还以为太后是为他说话，没想到却是：你还有国家大事要忙，不妨交给哀家，哀家呀必定会疼他跟疼眼珠子似的。有容母带，不费朕什么事儿。太后伸出手要抱乖孙女儿。哎，你一个大男人又没有带娃经验，还是我来吧，我好歹还拉扯大了你们3个孩子呢。母后，朕意已决，孩子必须朕来带。见他执意如此，太后愣了愣，只好不舍地说：那哀家每日都要去看他，你可别嫌我烦。见孩子深得太后和皇帝的疼爱，叶之遥也十分开心。此刻他确实精力不济，等臣妾出了月子再带孩子也不迟，这个月就麻烦皇上了。萧永乾目露赞许，是个懂事的。爱妃，等你身子好了，朕会命礼部为你举行隆重的封后大典，昭告天下。河宫上下喜气洋洋，池公公和信微领着大家伙儿前来贺喜。恭喜皇上，恭喜太后，恭喜贵妃娘娘，母女平安。小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皇上，沙园道人求见。来的正是时候，小的进来。
贫道为陛下贺喜，小殿下千岁千岁千岁。山原道人风尘仆仆地赶来，他掏出了一封红色信笺。这是家师山原3人为小公主占卜的名字以及签文，是圣上签了，请皇上过目。皇帝展开一看，顿时大喜。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清风入红尘。景玉如也灼灼华，去上9天揽明月。朕的女儿自是了天上地下第一好的名媛，山原3人颇具慧眼，和朕一样啊。好，萧景月，好名字。宽远喜欢吗？喜欢。这不就是他前世的名字吗？这个山原散人还真有点东西哦。陛下，家师还有几句话要与您单独说。山原道人小声道：明日来御书房说吧。丽丽，明天你去给公主送衣服。夏丽丽捂着头为难地说：西嬷嬷，我发烧了。小公主太小，过了病期可是大罪。他看了眼正在刺绣的方碧罗，明天你去吧。方碧罗笑嘻嘻地应下。第二天，亲眼见着方碧罗拿了衣服离开，夏丽丽轻轻笑了。她在公主的贴身衣服里面放了一根淬毒的毫针，肉眼很难看见的那种。哇，好大的珠珠，想要！萧永乾抠下那颗大东珠，在他面前摇来晃去，见他月亮似的眼睛跟随着东珠，觉得十分有趣。我的小月仔真是个小财迷，以后啊，这江山都送给你，可好？小月仔仔见便宜爹爹拿着东珠逗他，可就是不给他，他好气呀，嘴一瘪，眼泪不听话的滚了出来。小手还张牙舞爪的，像是在指责坏心眼的爹爹。萧永乾立刻就慌了神，连忙拍着他的小身子哄道：不是父皇不给你，是你太小了，还握不住，我先替你保管，等你长大了一些再给你玩。可宝贝闺女还是在哭，哭得皇帝手足无措，心肝俱颤。小殿下许是饿了，奴才去把乳母叫来。还不快去！乳母来了，要把小家伙抱走，可是小家伙不肯呢，哭得撕心裂肺。这是怎么了，乖宝？萧永乾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替他擦掉他的眼泪，红彤彤的眼睛惹人心疼。是父皇错了，不该逗你的，别和父皇置气了好不好？小公主的哭声小了，萧永乾松了口气。这时乳母也来了，要把小公主抱走。就在这里喂。陛下，皇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难道他喜欢奶娘？最后多说一句，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不要，我要喝牛奶，不要人奶。你们都下去，换牛奶来。是，陛下。温热的牛奶盛了上来，萧永乾拿小勺一口一口地喂给小家伙。我的小月月是上天赐予我的珍宝，和奶奶的样子也这么可爱。萧景月喝着奶，满足地挥了挥小手，忽然抓到了什么，用力的一拽，顿时池公公倒抽凉气的声音传来：哎呦，小祖宗，这可使不得，您抓着陛下的头发了呀！皇帝却满脸宠溺地说：无碍，朕的皇儿把针灸秃了都可以。小月月力气可真大呀，是个好样的。该上朝了。池公公催促，可是萧永乾只想做昏君。朕要陪公主啊，今天就不去早朝了。池公公提醒：您今天不是还要宣布叶贵妃加封皇后的事情吗？正在玩自己的手的小月仔耳朵忽然支棱起来，今天是他母妃的大日子呀！他的小手小脚胡乱地挥舞起来，嘴里说着婴儿英语：上朝，我要上朝陪父皇。小公主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池公公急了，听到他心声的萧永乾莞尔一笑，戳了戳他的小鼻子。走，父皇带你上朝玩。见公主立刻眉眼舒展，嘴角弯弯，池公公惊奇的道：陛下与公主真是心有灵犀，陛下一哄她就笑了，奴才还是头一回见这么有灵性的孩子呢。萧永乾嘴角的笑意怎么都压不住。皇上，绣房司的宫女来送衣服了，奴婢先带小公主收拾一番，喝点牛奶，您再抱去上朝吧。池公公焦急地看了看天色，可要是这样，就赶不上上朝的时辰了呀。萧永乾大手一挥：那就让大臣们等着朕的宝贝公主，传令下去，今日推迟上朝1个时辰。就在姑姑给她换衣服的时候，忽然系统机械音在脑海中响起，检测到衣服里面有根淬毒的毫针，请宿主不要穿。真不穿。别怕，有父皇在。人有逆鳞，触之即死。正当宁武帝要大开杀戒，血洗皇城之际，手上传来了轻微的触感。父皇不怕，在。
你是我的珍宝，谁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池公公把衣服拿给太医，吕太医仔细查看过之后，愣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苦哈哈地跪在殿内。臣无能，实在看不出有何不妥，请皇上召太医院的同僚们来，兴许他们有办法。准。萧永乾厉声下令，统镇御林军，围住前朝后宫，一干人等不许出入。池公公眼中狠光闪过。是。陛下，克芙蓉老奴检查一下公主的衣服。夏丽丽闻言慌了慌神。齐嬷嬷，齐嬷嬷可是绣芳司的老人，眼光毒辣，万一被他查出什么，不行，他要先下手为强。皇上，奴婢要告发方碧罗，我亲眼看到他昨晚往衣服脸刺里藏了一根针。方碧罗脸色一白，吓得痛哭流涕。奴婢没有啊，奴婢万万不敢加害公主。夏丽丽，你为何要诬陷我？有没有诬陷，陛下一查便知。这就和宝宝的心声对上了。皇上摆手让人检查，池公公挤开一众人，亲自剪开衣领，赫然发现一根纤细如发的毫针，若不仔细看，绝对不会察觉。皇上，果然有针，好歹毒的劲，其心可诛，其心可诛啊！他正要伸手去拿，公主忽然啊啊啊地叫了起来，打断了他的动作。萧永乾提醒道：“针上有毒。”谢谢公主提醒，救老奴一命。公主真是活菩萨呀！最后多说一句，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不谢，哈哈哈哈！小公主眨巴着大眼睛去看池公公，眉眼弯弯，惹人怜爱。皇上明鉴，就是方碧罗干的。夏丽丽言之凿凿，宁可派人去他房间里搜，定还能搜到还没来得及扔掉的箭毒。池公公立刻带人去查，果然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毒物，赶忙呈到了御前。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为小殿下做主啊！贱婢！萧永乾恶狠狠地盯着那个宫女，给朕凌迟处死，让所有的宫女太监都去关刑。不要啊，皇上！他根本什么都没做。就在他泪眼朦胧间，他看到了他的堂堂居然不知道从哪里冲了出来，跳了出来，啪啪两爪子下去，挠破了侍卫的手。侍卫吃痛地松了手，他得以脱困，感动又紧张地喊道：“头头，你快走，他们会杀了你的！”检测到一只长尾猫，触发授予技能，以自动翻译。喵喵！碧罗姐姐是清白的喵喵，是那个夏丽丽偷偷藏的毒针，糖糖昨天在房顶上看见了。喵！我家碧罗姐姐是被诬陷的，狗皇帝，狗侍卫，不许伤害我的碧罗姐姐！喵喵喵！小奶猫的声音软软的，偏又霸气十足，从宫殿外面传到小月仔的耳朵里。喵喵喵！人类崽子，你听得懂糖糖说话吗？喵！求求你救救碧罗姐姐吧！喵！她可好了，还给我小鱼干吃，不是坏人啊！喵！多多是好人，这怎么办？父王听不见我是坏人。头发，对，就头发。萧永乾浑身一僵，不敢流露出半点不对。把那两个绣娘和猫都带过来。说来也怪，方才还张牙舞爪的奶猫，此刻乖顺极了，任由侍卫拎着后脖梗，只一双琥珀色的眼瞳紧紧地追随着皇帝怀里的小崽崽。朕就让公主来断案吧。小月亮，你指谁，谁就是凶手。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萧景月伸出小手，状似无意地指向了夏丽丽。陛下明察，奴婢什么都没做呀！公主才出生1天，怎么可以让她断案？如此儿戏，奴婢不服，奴婢不服啊！最后多说一句，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来人，把这宫女拉出去凌迟处死，让所有人都看着，这便是害朕女儿的下场。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大臣们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不如就散朝吧。萧永乾也想顺势应下，谁料宝宝的金声传来：“上朝，上朝！”想把咱们宝贝公主喂饱饱了，再去上朝，好不好啊？宝宝开心的咯咯笑，指了指还跪在殿上的绣芳司等人。皇帝见到闺女的笑脸，阴霾散去。都散了吧。妈妈，那个绣芳司的宫女，你以后就给公主养猫，这只猫拿下去，好好洗干净。方碧罗大喜，不仅不用死了，还一步登天了呀！谢陛下隆恩。皇上驾到，公主驾到，万岁万岁万万岁！公主千岁千岁千岁！叶离青瞪大了眼睛，看清楚公主的模样，居然和她有3分相似呢，不遗余力地赞许道：“皇上，小公主玉雪可爱，精力旺盛，一点也不像刚出生的宝宝，倒像是足月的孩子呢。”萧永乾眼睛一亮：“叶爱卿慧眼，叶贵妃但与皇嗣有功，朕要封她为皇后。叶将军功勋卓著，朕也要封你为骠骑将军。”
谢陛下隆恩，皇上万岁，公主千岁。叶离青做梦也没有想到，曾经他诅咒无后的皇帝会给他加官进爵，原因还是妹妹给他生了个女儿。皇上，叶贵妃虽然诞育皇嗣，但她生的是位公主，怎可进封呢？皇上，皇后之位还是等皇子出生再议也不迟啊。萧永乾见小家伙眉头紧皱，虽然听不太懂下面大臣们的话，但仍然感觉到了敌意。最后多说一句，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皇子，朕等了这么多年，才盼到了一位公主，她便是我大宁国的继承人，不会再有皇子能与她争锋。话音一落，满殿哗然。不可呀，陛下，大宁国建国400年，从未有过女帝啊！别说大宁国没有，整个天下也没有哪一国有女人当皇帝的。陛下三思！底下朝臣们跪了一地，都是劝谏皇帝收回成命的。朱常清这时候又站出来说话了：陛下，您正值春秋鼎盛，正是开枝散叶的好时候，请陛下下令选秀，充盈后宫，好日后生下皇子，以宽老臣们的心呐。方孝廉随声附和：国不可一日无皇子，若皇上不过继嗣子，那就请皇上选秀。传朕的旨意，等公主满月之后，礼部选出吉日，封后大典和立储仪式一并举行。朕要加封公主为皇太女，叶贵妃为皇后，如有异议的，就去见先皇吧。他丢下重磅炸弹，就抱着公主离开了。今天公主满月，臣弟有一份礼要献给她。文武百官闻言去看，说话的正是以风流多情闻名的汉王，先王的第14个儿子。你要送什么？萧邦彦手掌轻拍，一道悠扬的琴声响起。一曲终了，妙龄女子缓缓起身，盈盈一拜，端的是婀娜多姿。民女傅谨言，参见陛下。叶贵妃生产艰难，身子也大不如从前，照顾孩子也有心无力。这位傅三小姐就很好啊，她是战神傅青阳之女，之前一直在碧灵观清修，为已逝的皇嫂祈福。听闻陛下喜得贵女，特来献艺，请皇上纳入后宫，给公主做个伴。单单一个发妻妹妹的头衔，就让皇帝下不来台了。萧永乾面皮紧绷，看着这张脸，他就想到了年少时与他结发的妻子，他跟了他10年，谈不上喜欢，可他确确实实当好了一个王妃，给他很多帮助。娘亲，我要娘亲，我要父皇！小月亮见老父亲盯着别的女人看，吼，还看，居然还在看。听见了他的心声，叶之遥的心都软了，赶紧起身，伸手要去把孩子抱过来。皇上，女儿饿了，臣妾给她喂奶。您有家人在侧，还是去陪妹妹要紧。最后多说一句，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喵喵喵！糖糖见过这个女人，她刚才还跟身边的那个男人在亲亲呢。这是不是人类说的偷情？你是说父皇要被人绿了？抱着他的娘亲手一抖，小月亮无意的扭头看他。叶之遥忍住询问的冲动，想的却是刚才闺女说的话：皇帝被戴绿帽，谁敢啊？他不是胡说的吧？可心里像是被100只猫猫抓了般的好奇。你倒是快说呀，闺女儿。我还听那个男的说，等他跟皇帝睡觉后，就可以给他肚子里的娃认爹了。看着一人一猫的互动，一个讲阴言阴语，一个讲猫言猫语，逗得信微抿嘴偷笑。娘娘您瞧，这俩小家伙倒是各说各的，说的还挺起劲儿的。父皇要给弟弟养娃啊，太惨了！哼，谁叫他给母妃戴绿帽子的，活该！绿人者，人恒绿之。叶之遥震惊，萧永乾无语。好，很好，好得很呢，居然骗到他头上来了。他的手指握得咔咔直响。啊，父皇好激动，不愧是他白月光的替身，有本事。朕看傅谨言弱不禁风的样子，想来定是体弱多病。吕太医，你来给他把把脉，看看怎么调理。朕自是不能让傅老将军唯一的血脉有失。这唯一的血脉几个字咬得极重。臣女自小如此，不必劳烦太医诊治。吕太医，皇帝的口气忽然拔高起来。吕怀川赶紧从席案上走过来。臣在。给他诊脉。他厉声道。有不好的预感的大臣们纷纷屏住呼吸。傅谨言想逃，但是逃无可逃，手搭在脉上。吕太医眼皮一跳，暗道一声不好，再诊诊。是这样没错呀，天哪！皇上，这位傅小姐已经怀孕1月有余了。满殿哗然，太后气得要背过气去。好你个老14啊！哀家看你老实，才让你留在京城，谁能想到你居然胆敢混淆皇家血脉！汉王吓得魂不附体。臣弟不知啊，是这个贱人骗我。他朝傅谨言踹了一脚，语气凶狠。
傅景言被踹懵了，他怀的可是他的骨肉啊，他居然能这么对他，反正是个死，那就临死拉个垫背的。皇上，民女并不知自己怀孕的，现如今太医证实，民女也无力辩驳。可民女怀的也是皇家血脉，她的父亲正是汉王无疑。惊天大瓜呀！意图混淆皇家血脉，拉出去，杀无赦。萧永乾气得脑瓜子嗡嗡的，张王求情道：“皇兄，万万不可呀！这是我们的亲弟弟，看在血脉亲情的份上，饶了他这一回吧。”哼，他的脸面都丢尽了，而且在女儿的面前毫无威严可言。现在闺女儿都气得不理他了，都怪这个萧彦邦给他送什么美人呢？他感觉现在人人都在看他的头顶，看看他脑门上是不是绿色的。还愣着做什么？杀！冰冷的话语吐出，侍卫们立刻冲了上来，把萧彦邦和傅景言通通架了出去。这时看戏的众人们才回过神来，赶紧给他求情。皇上，这可是先皇之子，不能杀呀！他不过是犯了普通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你一贯仁慈，就原谅他吧。陛下英明，已经查明真相，不如给傅景言一个侧妃的名分，好让汉王这一脉不至于断绝呀。是啊，陛下，请陛下三思。皇上，太后突然出声：“怎么，母后也觉得他不该杀？”哀家觉得该杀。萧永乾微微错愕，哀家的小孙女出事，见不得这些个脏东西，是时候清理一批人了。如今公主已然满月，那些个心里有小算盘、小心思的，哀家劝你们收一收。皇帝要立公主为皇太女，哀家起初是不愿的，可亲眼看着景月一点点长大，她聪慧又孝顺，比普通的孩子更要早慧许多。单元散人给她批命，说她是天降紫微星的帝王之命。哀家觉得她当这个皇太女是对的，不论从今往后陛下有多少子嗣，哪怕有皇子出生，哀家也只认这个孙女。谢谢奶奶。可古往今来都没有女人当储君的先例呀，太后您怎么也糊涂了？没有这个先例，那就从萧景月起。张王咬咬牙，一摇衣袍跪倒在地：“求太后怜悯儿臣，我就只有汉王一个弟弟了，他不能死啊！哪怕是圈进宗人府一生，也好过丢了性命。”儿臣错了，儿臣不该犯下糊涂事来，求太后娘娘饶儿子一条命。太后的态度十分强硬：“哀家的儿子是皇帝，不是你们两个，不要因为叫哀家母后就当真以为哀家是你们的娘了。你们要害哀家的乖孙，哀家就要你们百倍偿还。”求皇上饶汉王一命。这是在逼他。萧永乾的心那叫一个杀心四起，这群人都是挡他道的人，全部杀光才好。我要被气死了，气得好！谁叫他有了母妃还不知足，还想要外面的花花草草，哈哈，气不死他！萧永乾的气一下子就消了。这个小没良心的，他都这样了，他还在偷乐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廷杖100，萧邦彦及其亲属和子女关入宗人府，终生捐祭。傅景言既是他的人，也跟着一起进去吧。皇上不要啊！民女可是傅景熙的妹妹，求您看在姐姐的份上放了民女吧。你不配当你姐姐的妹妹。萧永乾再也不去看他，昂首冷酷道：“傅家满门忠烈，战死沙场，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朕便替父老将军划去你这个不孝女，死后不入宗祠。”满月礼一过，他就被美貌娘亲接回了景仁宫。皇帝爹爹再是不肯，也架不住小月亮不让他带呀。萧永乾痛失所爱，索性每晚都宿在景仁宫。这天春和日丽，舅妈带着儿子来看望小公主。秋云，你不是吵着要看妹妹吗？妹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呢，你快去瞧瞧。好看，好好看的小哥哥。秋云啊，你妹妹要你抱呢，你抱着她四处走走。还是妹妹可爱，我那个弟弟只会哭。放开你的脏手，公主岂是你这个罪臣之子能抱的？辛薇看到来人，立刻扶了扶身。见过平少侯世子。岳秋云见到本世子为何不跪？怎么，你个死瘸子有资格抱公主？公主可是本世子的人，将来本世子可是要娶公主的，还不拿开你的脏手？他来的时候，爹就跟他说了，他今天是跟着娘亲来看他将来的媳妇儿的。他爹娶公主，他也要娶公主。皇帝只有一个女儿，将来皇位说不准就是他的了。
张玉衡，你要娶公主？谁给你的胆子？剑奴也敢直呼本世子的名字？来人，给我把公主抱过来，摁着这个小狗崽子给我跪下！还愣着做什么？把公主抱来！张玉衡一声令下，仆人赶紧去抢。信威第一个冲了上来，挡在面前。小世子，这可是公主。公主怎么了？我娘可是长公主。叶秋云被踹翻在地，可她还是把妹妹护在怀里，好好的。小月亮握紧拳头，哭得大哭起来。有人欺负仔仔了！父王，娘亲，有人欺负仔仔！心声被离得最近的叶之遥听到，他脸色骤变，豁然起身，飞也似的赶到了现场。住手！这是谁啊？要谋杀仔仔啊！小婴儿哭得撕心裂肺，张玉衡还格外的嚣张大笑。放肆！张玉衡，你给本宫把公主放下来！昌平侯世子意图戕害公主，其心可诛。来人，把这2个刁奴杖毙，将小世子押到养心殿。本宫要亲自找皇帝为公主讨个公道。你不过就是舅舅的一个小老婆，竟然也敢装本世子！你就放开我！放开我！这个时候的养心殿里，不止皇帝在，还有长公主萧明英。叶贵妃，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叶之遥给皇帝行礼，眼泪滚落下来。皇上，张玉衡意图戕害公主，差点要了我女的性命。要不是我到得及时，恐怕您就见不到小月亮了。萧永乾的心咯噔了一下，连忙把女儿抱过来。皇兄，这怎么可能呢？玉衡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他断断做不出这么歹毒的事情。更何况，小孩子之间玩闹也是有的，恐怕是叶贵妃护女心切，太紧张了。小世子一来就逼着叶公子给他跪下，还从他怀里抢走了小公主。贵妃娘娘到的时候，世子爷正高高举着公主要往地上扔呢，景仁宫的宫女太监们都瞧见了，数10双眼睛瞧得真真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他们都是景仁宫的奴才，自然是他贵妃说什么就是什么。世子说他爹娶公主，他也要娶公主。陛下有意要让公主当皇太女，那公主就是储君，是未来的天子，也是他可以肖想的。莫不是他有不臣之心，想要娶了公主，取而代之，让这天下改姓张不成？皇上，请陛下严惩不贷，断了此等投机取巧之人的念想，以正皇室之威严。您说的不错，这是朕的江山，朕的女儿，这天底下任何男人都配不上她。谁要是敢肖想娶公主，谋得皇位，那就以此为戒。来人，拟旨，革除驸马的昌平侯爵位，连降3级，让他滚去梁城戍守边疆。长公主教子不善，罚俸3年，长乐郡封地收回，剥夺张玉衡的昌平侯世子之位，母子2人闭门思过，没有旨意，不得外出。张玉衡受公主受惊，廷杖30，即刻行刑。如果你再求情，你也跟儿子一样。第二天，萧景月让糖糖去打听打听张玉衡的下场怎么样。下午，小奶猫就神气活现的回来了，他听到了一个惊天大瓜。喵喵喵！这个张玉衡扔了30廷杖，一下子就残废了，往后余生就要在床上度过了，嘿嘿，真解气。给秋云哥哥出了口恶气。喵！糖糖我呀，还知道一个秘密哟。快说快说！啊？什么？长公主的儿子居然是……喵喵喵！那他岂不是帮别人养了？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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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小奶猫的圆脸上写满了兴奋，只可惜作为人类的叶之遥没能听懂他的话，心里那个急呀！长公主帮别人养了什么呀？你倒是快说呀，是个什么情况呀？啊？什么？长公主的儿子居然是……喵喵喵！那他岂不是帮别人养了？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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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要是能说的话，我一定要跑去长公主府告诉他，你的亲生儿子正在给小三的儿子当马奴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叶之遥脸色骤变。池公公，去把景王找来。池公公不知为何陛下忽然生气，还要找景亲王的麻烦。陛下，景王近日进宫向太后娘娘请安，现在应该在慈宁宫。萧永乾起身抱起女儿，臣这就带着公主向母后请安。母后，您可要为女儿做主啊！皇兄他居然廷杖我儿，玉衡此刻奄奄一息，太医说哪怕好了也是废人一个，终生只能躺在床上。萧明英哭得肝肠寸断。皇兄好狠的心呐！
不过是孩子间的玩闹，他却当了真。我只有这一个儿子，这是要我的命啊！就在这时，皇帝和叶贵妃带着公主来请安。皇兄，我儿废了，你是他的亲舅舅呀，我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你怎么能如此绝情？皇妹，我与你是一母同胞所生，可你和张玉衡当真是亲母子吗？哇，父皇居然早就查出来了呀！快让本宝宝看看长公主的脸色。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我肚子里出来的，我能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种吗？皇帝连连冷笑。萧家人何时有你这么蠢笨如猪的人？你替长平侯和他的外室养了5年的儿子还不知道呢。皇帝，此事你可有实证？萧永乾不过是听了乖女说了一句，他就是有信心仔仔说的肯定是真的。萧怀瑾也是目瞪口呆。皇兄向来不说没证据的事，既然他这么说，10有8九是真的了。萧明英跌坐在地上。不可能，不可能！张浩洋那么爱我，他连妾室都没有，怎么可能？你一定是骗我的！若因，你是长公主，是哀家的女儿，是皇帝的妹妹，景王的姐姐。你不要怕，我们都会为你做主。你坐在这里。他看向景王。怀瑾，去，把那个勾胆包天的男人抓过来，还有他的外室和张玉衡一并抓来。萧怀瑾神色一肃。是，母后。等下把长公主府的一个5岁小马奴也带来。张浩洋在外面养了个外室，他把你的儿子送给了他儿子当马奴，此事隐秘，朕也是刚查有实证才给你说的。萧明英气得站了起来，忽然感觉脑中充血，昏了过去。慈宁宫上下立刻陷入了慌乱之中。太医，传太医！这急得太后直喊。这次来的还是吕怀川，他觉得自己和皇家真是八字不合呀，为什么每次都让他见证这些要命的时刻？长公主怒气攻心，现在缓过来了，臣开点药调理调理，但切记不可再生气。我儿，母后，快把我儿带来给我瞧瞧，我要看到他。太后连忙安慰他。怀瑾已经去了，你弟弟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皇上，人已经带到了。你叫什么？爹娘是谁？他冲到他的面前，也跪在地上，痛心地抓起他的小手，小心翼翼地问：我没有爹娘，我是驸马爷捡来的小马奴，我也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狗蛋。驸马爷，你好狠的心呢！你居然敢混淆皇家血脉，让这个外室子充当公主之子，还让我外甥给这个小杂种当马奴。他一边骂人一边揍他，张浩洋一边躲一边大喊冤枉，辩解道：都是赵氏干的，我不知情啊！我是这孩子的父亲，虎毒还不食子呢，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是驸马爷厌恶长公主，更厌恶她生下来的孩子。孩子一出生，他就要把他扔了。是我劝驸马留下他，给这孩子一口饭吃，他才能活下来的，不然他早就死在野地里了。一想到平日里不知道张玉衡怎么作践自己的儿子，萧明英就要疯掉了。我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是他自己不小心戳到树杈子上弄瞎的。萧明英心疼地望着亲生儿子，见他瑟缩，忙把声音放柔了：孩子，你告诉我。小男孩抖动着肩膀，畏惧地看了看张玉衡，在长公主的耐心询问下，终于诺诺开口：是世子戳瞎的。凌迟！皇兄，我要他骂人凌迟处死！这个小畜生，我好歹养了几年，就饶他一命，当我公主府的马奴吧。张浩洋与赵氏混袭长公主血脉，致使萧家血亲流落在外，罪不容诛，即刻凌迟处死。张玉衡贬为庶人，由长公主处置，张家其他人等流放3000里，